旧城区暴力事件逐渐严重，不仅影响了治安，也对我们好港博彩业带来负面影响。我在此呼吁，警方绝对要正视这个问题。我们先去广告，回来后是国际消息。什么事啊，请大法官？哦，你好，我想问一下，阿威他现在怎么样？他现在就剩半条人命，你现在才知道关心他。子弹取出来没有？医生还说了什么？我们没在医院。去哪儿了？我是不会告诉你的，你别指望让阿威再替你卖命了。唐家，你不说那块表是你姐姐的意思，还是你的意思？我姐姐的意思就是我的意思。照顾病人是我分内的事，你不需要送礼物给我。这表不是住院费，是我的心意。我姐姐是警察。这有什么关系啊？我们不是一路人。喂，连长，岗上有反应了。林一刚才拿了龙爷判刑的新闻给他看，他有反应。老爸，小林。大哥，大哥，小丽，大哥，小丽，你醒来就好。老爸在牢里怎么样？他没事，就是担心你。我也很担心他。听林一说，我之前被车撞了，躺在医院里大半个月了。没错，撞你的人
就是他，叫马山宝。但你放心，我们已经帮你报仇了。不是他，他眼神不是这样的。大哥，你见过凶手啊？知道是谁吗？我不认识他，不过再让我看到他，肯定认得。不是他，慢慢想。抢军火？我自己这里有个大杀伤性武器，我需要抢。证据呢？抓不到人就冤枉我这种良好市民。没证据的话，天王老子都得放人呢。好，查到了。戚长荣呢，在偷军火的时候，确实有不在场证据。就算不是这家伙干的，他肯定是主谋。不然他为什么在爆炸现场出现？他准备和韩烈开战。怎么处置他？他们这么喜欢打，就先让他们打个够。如果到时候真的证据不足，时间到了，再放他走。Yes, sir。我们抢了他4公斤海洛因，还杀了他2个手下。他在城里的窝也被我们一窝端了，还有卡拉 OK 和按摩院。冲过去！不住手！出去！出去！再过2个星期，戚长荣在好岗再没有立足之地，他就只能滚回旧城去，等着领救援金了。够了，够了！老爸，那些枪和炸药是戚长荣用来对付我们的。连警察都没有证据抓他，反而你先留下了罪证。我跟你说过的，我们就站在一旁看热闹啊！我不想被人牵着鼻子走啊，应该先下手为强。你大哥情况怎么样？医生说，今天会让他下床走走，接着做物理治疗。好。老爸，如果这些都是大哥做的，你是不是就觉得没问题？等你大哥康复，你看他会怎么做，你就知道答案了。七哥，七哥，对不起，七哥，他们一大群人冲进来，我们都没有准备。拿去给兄弟们看医生，治好之后，我们就连本带利去找姓韩的，全拿回来。好，谢谢七哥。七哥，黑木家的老窝被他们端了，老高两兄弟去拿货，到现在都没回来，可能出事了。你们记住，这笔账早晚要找姓韩的算。不过现在要算的是找姓曹的算一笔烂账。走。
是我呀。鹏哥，我怕被人跟踪，所以多绕了几圈。不好意思啊，鹏哥，麻烦你了。但是，你真的要帮我救救阿伟？你爸叫我告诉你，他给你妈带着2个孩子都去朋友家了，让你不用担心。伤口在哪个位置？在这里。子弹在那么里面，不拿出来的话，光是发炎高烧就能要了他的命啊！那你快动手，帮他把子弹取出来啊！你知不知道，现在戚长荣那群人到处找你老公啊？你们怎么会招惹到他的？阿伟也是为了我们。鹏哥，我没办法了，我求求你，鹏哥，你快点先救救我老公。你妈以前帮过我，我当是还她一个人情吧。给我找，要活的！七哥，医院说大狗死了，救不活了。我早就听得出那个电话有问题，送货的根本就不是他。这件事不是意外，曹威尔那个混蛋就是想连我一起炸死。找遍了，什么人都没有，肯定是跑路了。七哥，新闻不是说抢运输车的劫匪受伤逃了，肯定跑不远。警方也在到处找他，他受了伤，不敢去医院。给我放消息出去，哪个黑市医生敢帮曹威尔的话，就跟他一起收尸。收到，七哥。来，按住伤口，我要马上缝针。快一点呀！是不是想他失血而死啊？哎，放手！面试院长要稳重一点，选红色的吧。将来做院长就戴灰色的，你喜不喜欢？要不要我再帮你选一条啊？他好像真的没有那么烧了。多休息几天就没事了。谢谢你啊，鹏哥。阿伟，你能听到吗？你会没事的，我们会没事的。鹏哥，给。你当我是什么人？谢谢鹏哥。他流了这么多血，你买些补血的食材给他补补。那，鹏哥，麻烦你能不能照顾他一下？我出去买点东西给他，顺便去看看我2个孩子。麻烦你了。我只能多待一会儿。下午诊所有病人在等着我。好，我很快。尽快。好，谢谢鹏哥。秦法官，哎呀，刚才没有看到你，我多害怕你出事啊！谢谢关心。我面试非常成功，哎呀，不知道为什么我有一个非常好的预感。
我还以为你想通了，安安分分做回自己的位子，不再自讨苦吃了。谢谢关心。那祝你好运吧。从我第一天当法官开始，我就问自己，定罪是不是维护法纪的唯一手段？有资料显示，从检察院毕业的法官，定罪率偏高。这种定罪倾向，很有可能是他们长期执行检控工作而产生，有时候连他们自己都察觉不到。而我，在检察院只做了半年。秦法官的意思是，如果由你当法院院长的话，你有可能在审理案情的时候会更加客观公正，这个就是你的优势，对吗？我认为法院院长追求的不应该是定罪率，而是司法的公义。那么1年前，丁凯怡的案子，你还记得吗？记得，那个是个误杀案。你只上过2次庭，就突然要求把自己换下来，就因为这样，案子要重新审，既花了公帑，又浪费了时间，可不可以解释一下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因为被告和我太太的样貌很相似，甚至言行举止也是。我担心我自己没办法抛开偏见，对被告做出判决，因为在那一刻，我太太去世不到1个月。我知道我的做法不完美，但是你不是认为你的做法很完美吗？马山宝、曹薇儿做了多少不恰当和不公正的事？你的心有没有内疚过？有没有自责过？你晚上睡觉的时候睡得着吗？你说什么？我的意思是，我很认同你的做法。这个世界没有完美的事，我们人也不是机器。我相信，当年我是你的话，我也一样会这么做。可不可以解释一下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因为被告和我太太样貌很相似。哎，我问你，鲸鱼怎么叫？电话暂时未能接通。
年的兄弟，其实你最想要的是我姬长荣的命，是不是？维维，维维，开门啊！是外婆。维维，我想跟你聊几句。你不用上学吧？维维，我知道，以前是我太紧张了。我只是希望我们一家人别再发生不好的事。我和你爸经常吵架，对你也造成困扰。那外婆答应你，以后一定注意这个问题。维维，你说几句话回应一下外婆嘛。我没什么说的。你认得这条项链吗？认得。这条项链是3年前我送给你妈妈的礼物。圆圈是代表圆满。你妈妈去世之后，你爸爸怎么也找不到。原来你把他送给了于教练，后来他又还给了我。你在哪里找到这条项链的？为什么不告诉你爸爸？维维，喂，猎手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不知道为什么，刚才突然就这样了。到底怎么了？之前还挺好的。他癫痫发作，有可能是头部受到重击导致的后遗症。我们现在准备给他打镇静剂，让他安静下来。稍后再看一下情况。聊两句。如果是关于你哥的问题，医生说了，脑部受创，康复需要很漫长的过程。不是我哥，是你姐姐。我姐姐？我姐姐怎么了？警署说她正在放假，她又不肯接我电话。她被迫放假是因为你。我姐姐是个警察，不可以跟你扯上任何关系。我本来想扯上关系的就不是他。如果是因为我，你姐被迫放假，我很抱歉。但我有事想问她。我姐姐跟你没什么好说的。有还是没有？我说了算。什么意思？警察内部调查和约我问话，估计是问你姐的事。我姐姐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有还是没有，就看我怎么说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你跟她说，
我哥醒了，他看到了凶手。唐轩被迫放假，这就是你想要的结果？这不也是你想要的结果吗？他隐瞒了证据，对当事人不公平。你永远都是这样高高在上，说着这些义正辞严的话。如果你这次找我来，没别的事，你这样利用信任你的人，连累你身边无辜的人，你真的一点愧疚感都没有吗？阿威，阿威，我从来没想过事情会弄成这样。过去的事我不想再说，但是从第一天我找你去帮马山宝，我是真心希望你能帮马山宝。但是现在马山宝做了牺牲品，是因为我的错。不是你的错，你唯一的错就是错信了我。放下这件事，你可以从头开始。喂，下班了。韩烈，有话直说。我哥他醒了，我画那个可能是凶手，你最好快一点。等你好消息。谢谢你。我姐姐是个好警察。以后跟韩烈保持距离，别再插手这件事了。那手表他是想送给我的，他不是故意要害你的。我知道，陷害我的人不是他。那总之你跟他保持距离，有没有听到我说什么？那现在不管是自愿也好，被迫也好，总之就放假了。不如我也前几天和你一起旅行。你姐姐我还有事要做。啊？我先送你回去，我还要去找石嫂。哦，原来忙这个，重色轻友。喂，唐督察，你这样哪能叫放假呀？你想把整个办公室搬到我家来是不是啊？我终于把整个案子前前后后都想清楚了，我希望你能客观的听我再说一次，看看我的推论有没有说错。哎呀，唐督察，我才刚刚下班呢。那我先走了。哎，别，那倒不至于。哇，写这么多字啊，
你手累不累？我帮你拿。哇，好像蜘蛛网一样密集的关系啊！这么复杂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韩奎龙，哇，一听名字就知道不是好人，又韩又奎又龙啊！喂，秦法官，我是卢维德。听说你面试表现得很好，恭喜你。找我有事吗？我收到一封信，内容是大半年前你接受过警方的问话，当时就是你太太自杀的时候，警方觉得你有可疑，对你展开了调查。你这么卖力找我的污点，是想我退出竞选法院院长？警方只是例行调查，我已经被证实是清白。现在的重点不是你清不清白，重点是你被怀疑过。法院院长的候选人竟然是杀妻的嫌疑人呢！我不会因为你的威胁而退选。如果这样，这封信我一定会交给媒体的。好啊。鹏哥，阿威呢？他人呢？我救了他，我已经尽力了，对吧？其他事，你找戚长荣吧。你出卖我！你有老公和孩子，我有老婆和孩子，我要保护他们呢。你得罪谁不好，偏偏要得罪那个活阎王。钱玉为了阻止我带他儿子回警署审问，就陷害我和黑社会有关系。因为那天晚上他就在我家附近，只有他最有可能看到我跟韩烈见面。然后他就利用周若文对我的成见，让他去向投诉科投诉我，然后他就骗我给假口供，利用周若文妨碍司法公正。他所做的一切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为了保住他的儿子。因为从一开始他就知道他儿子就是撞伤人之后肇事逃逸的凶手。一句话，大蛇打7寸，要一击即中。你一定要找到秦一伟在事发之后肇事逃逸的铁证。还有啊，唐璇，你呀，要好好保护自己，没必要把自己也搭进去。本台记者得到消息，地区法院院长候选人法官秦玉，在大半年前就他太太自杀身亡一案，被怀疑和事件有关，而被警方调查，并接受警方问话。秦法官，你也看到报道了，千万别怪我，市民也有知情权的啊。院长的位子肯定是你的，恭喜你。哎呀，也要等正式宣布啊。不用了，不是你是谁？你说我没关系，别说我老婆。还有，我的车上次被警方检查的时候，那张照片是你拍的，是不是你？是我。我未必是好人，但你一定是烂人。一伟，什么事，爸爸？你想清楚，
你撞伤韩刚的时候，你有没有下车？我走到他身边，看到他脸上全是血，我吓得哮喘发作，吐了，然后我就回车上拿哮喘喷雾剂。你吐了吗？是啊。怎么没跟我说呀？我不记得了，但是有什么关系？因为警方在案发现场找到个哮喘喷雾剂，上面有你的 DNA。如果他们把哮喘喷雾剂的 DNA 跟呕吐物拿去比对的话，但是哮喘喷雾剂上没写我名字，他们怎么知道是我？早上我们的垃圾桶被人翻过，垃圾里就有你用过的哮喘喷雾剂，里面有你的 DNA。如果把这3件事比对，就能证明你曾经去过现场。上车！周薇，我好难过，知不知道为什么？不是因为我的兄弟被你炸死，也不是因为我被警察抓去警署，甚至不是因为韩烈要搞垮我的生意。我这么难过是因为你呀！你用你孩子的命发誓帮我去抢军火，但是完全不守承诺。你算什么混蛋老爸呀！我没有骗你，我帮你抢了军火。是谁在车里装炸弹想炸死我呀？不是你就是帮你送货那个家伙了。到底是谁？这笔账我是不是应该把他找出来一起算？他谁呀？按住他！肯说了吗？是不是要我废了你另一只手才肯说？季长荣，我知道你不会放过我，不如痛快一点。当过警察就是不一样啊，真有骨气。但是不知道你的宝贝儿子骨头有没有你这么硬，也许可以试一试。季长荣，你发过誓会保我老婆孩子平安，你别碰他们。曹威尔，拿孩子的命发誓的人是你呀！你说老天爷会听谁的？嗯？李少，是戚长荣的人，搜过了，没武器。我们七哥想跟烈少说两句。韩烈，想找你坐下来聊聊。有什么好聊的？想投降啊？你来了就知道了。还是你胆子太小，不敢过来见我。一会儿告诉你位置。师姐，你记不记得上次帮我做过一个喷雾剂的 DNA 测试啊？记得，还有一些呕吐物的样本吗？现在这个，我怀疑属于同一个人。我想你帮我做一个 DNA 的对比测试。你肯定不会告诉我这些样本的来源吧？师姐真聪明。行了行了，我尽快帮你检验。谢谢你啊，有结果告诉我。
哎，枪收起来。下来吧，有份大礼送给你。过来。这家伙你不认识吧？还不向列少介绍一下自己？他叫曹威尔，以前是个警察，被革职了之后就搞走私。你约我出来，不只是想介绍一个朋友给我认识吧？听说你哥已经醒了，可算是在阎王爷手里把命抢回来了。我猜你应该不知道你哥被撞的真相吧？但是他知道。说，醒醒！说是谁做的？是秦玉。你说那个法官？是他的儿子撞伤了你哥。你干掉了马山宝，还拿热油泼我兄弟大雄，怎么算？你也烧死了我的人，你还偷了那批枪，还有那些几乎把你炸死的炸药。要开战的不是我，别以为送这个家伙来，我就当没事发生过。这笔账我早晚跟你算，但不是今天。至少不会被人当傻子利用。你哥的事弄清楚了，跟我们旧城邦无关，其他事我们以后再算。还有，这家伙你打算怎么处置？随便你。季承荣，你不要忘了，你在关二哥面前发过誓，保我老婆孩子平安。如果你说话不算话，小心遭雷劈。我想跟你说两句。是我投诉的你。我知道。你这样，我还可以投诉你骚扰证人。我没有特地来找你，我只是刚好在等人，而你又刚好下班看到我而已。你想说什么？我知道马山宝不是凶手。你终于肯承认，你们抓错人了。是，我们是抓错人，但这是因为我们身边的人一直故意误导我们。我说的这个我们，是指我还有你。如果你想还马山宝一个公道的话，你就应该站出来指证这个让马山宝变成替死鬼的人。看来你早就知道了。我不知道你到底在说什么。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我已经得到我想要的答案。你就看着我，怎么将真凶绳之以法，还马山宝一个公道。这件事，不是你一直以来最想要的吗？
何時一就如烈火燒光每個可能過，無餘力去追問。心裂痕在心，沒隨意火吹身向過，不知火燒翻過如一。埋沒對錯，隔不人，心難被煙花，鬥爭光與暗，察覺相近，遮蓋是非心，被良善責問，自誰斷情不於正義，而遺憾得放肆，自問自答參不合眼地，望着平靜人意。但莫是理智，退到腳邊失完正注視，為何在沉默不可以回頭路剎不住，臨入命理空及詫異，漫長路見啱好日子啱知，淡忘內心在淌血。望着平靜，但我是理智，退到腳邊失完正注視，為何在沉默不可以回頭剎不住，落入命理空及詫異，漫長路結亮好日子啱知，合望內心在淌血。